特卫普工薪消费最好、人气最爆炸的餐厅。我吃过评价里最完美的5成熟肉眼牛排，料很足，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让我连续来了2天。今天想吃西班牙海鲜饭了，找了一家人气最火爆的西班牙餐厅。这个餐厅基本在安特卫普市家喻户晓。我下午5点来的，已经那么多人了，晚了基本吃不到。这附近街上一个人都没，但是店里快要坐满了。这不是游客区，也不是商业区，本地人才知道的店。这牛排颜色太漂亮了，服务员跟我说是加拿大的牛排。随时都有表演，挺热闹的。国内这样的餐厅基本都难吃。免费餐前面包，我觉得这个面包侧面皮烤得很漂亮，国内没见过分布这么好看的。太好吃了，面包中间入口是绵密的，外皮又脆，比我吃的米其林3星面包还好吃。这个面包比较清爽，不复杂，但是又有自己特色的味道，不是那种很硬的。上面这个酱不像超市货，味道有点像，但是很清爽，微微带点酸味和盐味，不重，奶香味足，满分餐前面包国内吃不到。西班牙海鲜饭28欧元，240人民币，分量不算我吃过最大的，但是海鲜料足。先看看米饭是不是你们说的白人加生饭。米饭好吃，不加生，有点像黄焖鸡米饭泡了一点汤汁，不多。虾仁超级大，不腥脆弹，不算顶级鲜美，正常水平，确实没腥味好吃。米饭整体调味就是一个升级版的黄焖鸡米饭。超级大的鱿鱼圈，超级好吃，脆弹，跟国内那种腥臭味的科技铁板鱿鱼完全不一样。他们家这个海鲜饭完美了，融合度高，不像巴黎那个有点死。清口腥味重，吃不来。这个跟中餐调味完全一模一样，跟上海那些奶油芝士海鲜饭不一样。蛤蜊不错，没腥味，国内海鲜大排档水平。章鱼仔超级好吃，脆弹鲜美，完全没腥味。这家店海鲜饭太爽了，完全没必要吃中餐，这个就是中餐，这个可以每周吃。全场最佳是鱿鱼圈，第2是章鱼仔，这个好像也是个贝类，很好吃，是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新鲜不腥。他们家用的鸡胸肉，这就对了，鸡胸肉熬汤是有鲜味的，鸡大腿就没有。超级大虾仁脆弹，太爽了，比吃广东虾饺爽。如果在安特卫普时装学院的同学聚会来这家吃绝对满意，氛围好还好吃。国内这种氛围好，不好好做菜的，基本味道都不行。比如海底捞，颠覆了我的认知，居然可以把那么大的餐厅做菜好吃，还注意服务和表演的。佩服老外管理的好，质量还好的。目前国内我没遇到过这种餐厅，服务也超级好。我去了几次，服务员见到我各种方面眼，没位子也安排。我在欧洲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欧洲对中国人是很友好的，不像日本。我从小就看日剧，我也会说日语，听得懂，我算半个日本直人了。东京混多了你就知道，友好的只占一半，有敌意或者混不熟的占一半。欧洲基本你经常去的店，态度都超级好，好到离谱那种。建议大家多来欧洲玩，根本不像抖音说的不安全没美食。我反正没被偷过，晚上凌晨也出去吃饭，味道非常好，吃得很干净。第2天又来了，接下来是第2天的视频。
肉眼牛排38欧，320人民币。这个牛排太漂亮，汁水丰富，是我吃过汁水最丰富的，而且没有一滴血水。肥瘦相间，缺点是肥肉有点多，不吃可以吐掉。薯条看着不像半成品，有点拿不稳。这个薯条比我手都长，一看就好吃吧。里面全是流动绵密的土豆，好吃，就是量有点大，我一般吃不完。调味就是带点海盐味。我以前认知的牛排都是老或者带点血水味，不喜欢吃。这个牛排绝了，一咬全是爆汁，一点都不老，肉很香。把 Costco 的牛排秒了。Costco 的牛排有点牛膻味，这个只有牛香味，而且他没用日本和牛就好吃。他说是加拿大的牛排，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颠覆我认知的一道菜，牛排居然有好吃的。其他牛排能做到5成熟不流一滴血，中间是红色的，再来跟这个比。这个牛排我第一次是吃感动，连续来了几天，他偶尔发挥失常一次，主要人太少，不然太想尝试他们的家的战斧牛排。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豪克莱的合成牛排，很好吃。后面在国内吃那些真牛肉的牛排都难吃，太老带血水。在欧洲吃了一些米其林餐厅或者游客店的牛排，也是肉老，这个是惊到我了。如果上日本和牛，那我算作弊。你们放大看，这牛肉汁水有多少？海底全是汁，没有一滴血，太牛。缺点只有一个，肥肉太多。我现在思考，这个肥肉不会是合成上去的吧？但我真的没吃出合成肉的味道，还是他拿了个网把肥肉压上去保持多汁的。但是它中间没全熟，也不流一滴血，可能是肉质好吧？有没有懂得上来说一下？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安特卫普人那么少，这个餐厅生意却那么好。我看了一下，这个餐厅好像还是50年老店。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国家那些老字号不像现在一样开连锁店割韭菜，能真正出现一些传承的店，不然很多中国菜都断档了。你们是不懂，就说个你们无法理解的，火锅都快断档了，现在重庆还有几个不是工厂底料，而且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火锅吃什么菜，或者怎么吃，包括一部分重庆本地人。希望中国餐饮能越来越好，美食能传承下去，而不是半成品传承下去。评分等级5，3颗星，新鲜的食材，专业的技术。我觉得他没用到高级食材，主观觉得味道比一些米其林好吃，性价比高。